现在呢是2025年的8月29号晚上的9点10分，每天晚上的10点，美股开盘前的半个小时，我在这里跟你用纪律来换取财富自由。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跟各位说声不好意思哦，因为刚才有一点事情在忙，刚好今天是情人节哦。总哥在这里呢，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因为呢，这个所谓天底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如果说天上掉下馅饼的话，记得去拿。所以呢，有机会赶紧要把握。就像刚才总哥去忙了一会儿，觉得呢还是这个关心市场，关心各位所以呢，在大家面对这么飘渺不定的风险当中，告诉各位这个保险记得带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的保险不带着的话，明年在过今天之前可能会多一个父亲节，可能会多一个母亲节。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还是先从昨天市场最为关注的这个辉达的财报开始聊起带着大家重新拆解一下这个财报的背后，到底什么样的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到底有多夸张。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聊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出口解雇这个联准会的理事这个库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呢，这件事情已经绕上了法院，威胁这个甚至牵扯到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的存亡。那再来呢，当然也会提到昨天最新公布的美国 GDP 的第二季的修正的最新数据，以及美国企业的投资到底有何关联，还有这个美国的经济的韧性以及担忧。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各位先等我一下我先躲一下这个裤子没穿好，等我一下。测试，有听到声音吗？可以好，刚才总哥去穿了一下裤子，发现这个裤子屁股凉凉的，赶紧去着装正式来面对各位当然呢这个有点慌张有点紧张，等我一下应该没有被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哇，这个情人节这个很多事情，但是还是祝福各位这个情人节应该算是真正的823炮战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风险一定带着。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记得总哥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天这个外头下着小雨，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学生这个原则上大部分都是骑车去上课。就有一个在下雨天的时候，总哥穿着雨衣到学校的时候，那这个雨衣没拿下就赶紧进去这个走廊，结果呢就被路上碰到的这个学妹看到了那学妹就尖叫，哎呀，总哥非常的兴奋我就赶紧说你不要再叫了所以赶紧把这个雨衣给脱下来。那脱下来完之后呢，就跟这个学妹聊一下，聊完之后呢，这个当时这个总哥的女朋友电话就响来了。那电话响来的时候呢，就问我说：“哎呀，你在干嘛？”我就说：“刚好去学校啦。”那就讲个电话，就赶紧往这个教室的门口前进。结果呢，在这个赶紧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匆忙结果学妹发现我的雨衣没拿这个放在这个走廊上面，所以呢，就从后面深深的呼喊着：“哎呀，学长，你的雨衣没带好，你的雨衣没带好。”
哦，那当下我女朋友就说什么东西雨衣没带好，所以总哥要说的是哦，千万不要慌张，我的简报不见了啊，千万不要慌张。等一下，啊，这个雨衣没带好，我说不是雨衣啊，这个是这个雨伞，不是雨伞啊，是这个没带好，危险。所以呢，如果说真的保险还是要做好啦，不然的话，明年的今天这个男生可能就要多过一个父亲节，女生呢可能要多一个母亲节，但是也无所谓。过去总哥有跟各位讲过，这个人类的存亡就靠各位了这个假设说生育率持续的下滑当中，这个是动摇国本就是说可能会面临这个制造业的红利消失。好了，等我一下，我再开一下这个看盘软体就好了。蛋姐随便看一下，偷看一下行情还好啦。好了，那我们就各位就当做刚才完全没听到任何东西，咱们重新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直播嘛，咱们都是非常real的非常real的来呈现在各位的面前。那前面我就不累述了啦，反正待会直播结束之后就把它通通卡掉。那首当其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刚才8点多公布的这个 PCE 的数据，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符合预期啦并没有这个超乎预期等我一下真的有点混乱，因为刚才这个东西全部跳掉了。好，那约得上刚才公布这个美国的7月的核心的 PCE 的数据那基本上是公布是 2.9%， 跟预期一样非常的妙那这个美国7月的核心的 PCE 的这个月增的部分是 0.3， 跟预期也是一样。那其他我记得另外一个没接到总哥没接到。总而言之呢，跟预期是差不多的。那既然跟预期差不多，那市场的积极程度似乎就没这么多。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要说的部分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基本上还是跟大家水一下时间，讲一下昨天的回答财报。昨天的回答财报其实公布完之后，市场蛮多声音的。所以今天呢，先来聊一下这个详细的内容之外，也顺便给大家打打鸡血，垫这个胃。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大家在昨天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似乎看法非常的分歧。因为不单只是一般人其实市场的分析师的看法也是被股价追着跑。这张图是什么呢？这张图呢是这个美国的辉达股价跟分析师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目标价，那就是黑色线是股价啦，橘色线呢就是市场的分析师的目标价。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一步一趋啦。很多时候这个分析师的目标价都是跟随的股价而做调整。光是近期这个至少华尔街有10名以上的分析师就被迫的去提高辉达的目标价。当然呢，大家也知道这个辉达股价的目标价，其实在过去在2023年到2025年的时候就迎来这个所谓的大爆发。那幕后背后最主要的推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AI 浪潮，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 AI 的GPU 的一个需求，可说是爆炸型的成长来做形容。那包括像是这个 data center 或者是 H100， 或者是这个所谓Blackwell 这个新一代的晶片的预期，都让市场充满想象空间。那我们就透过几个图表给大家打打鸡血，我们来一一做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资料中心的营收来源的结构，从2024年到2026年的预估的变化。那这个图总哥的锅就是总哥的锅，这张图才对这张图才对。Data Center 我们看到 Data Center。 好，这张图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很混乱太兴奋了
待会总哥先进入这个贤者时间再说好了。总而言之呢，这个辉达的资料中心营收到底是卖给谁？我们透过这张图来稍微的留意一下它的护城河到底稳不稳健。那主要呢，在右边的部分有一个叫做饼状图，那这个圆饼图主要是告诉说，现在的辉达的客户到底有哪些？那左边的图呢，就是这个所谓的data center 的客户分为哪几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云端服务商那就是橘色线的部分那分为几大块主要是微软、亚马逊、Google， 他们的需求呢，就是这个辉达资料中心的最大营收的来源，大概是占在 45% 到 55% 左右。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消费型的网络，是在蓝色线的部分。OK， 包括像谁呢？像是 Meta 这个他们的占比呢，从2024年的第二季的30%，预估上升到2026年的第二季 34%， 这个成长还算 OK 都还算健康的。那第三个呢，是各行业的应用，就是绿色线的部分。那什么样的行业呢？像金融、医疗、制造业这些传统行业他们也开始使用这个 AI， 所以这部分的占比从2024年的第四季就开始增加了，慢慢截至到现在虽然有点下滑，但是还是维持在 16% 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现阶段这三大类别当中，这个云端的服务商依旧是辉达的主要的客户之一占了几乎是一半以上的营收。那这个呢，其他包括消费性的一个网络以及垂直的一个行业的应用，也有在逐步的增加当中，就代表现在辉达的客户的一个结构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各位所知道就是不需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但是更为夸张的，整个呢，这个辉达的资料中心的营收的总额呢，从大概不到100亿的美元预估呢可以一路飙升到每季大概450亿的美元，非常成长爆炸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右边这个饼状图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客户的一个占比，就可以看看这个辉达最大的单一客户是谁呢？果不其然，就是微软微软占这个辉达 Data Center 大概是 19%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微软的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以及过去跟这个 OpenAI 的一个合作，基本上都离开不了辉达的晶片。再来呢，就是第二名就是 Meta，Meta 大概占个 9% 左右。那因为 Meta 在这个 AI 的模型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广告的推荐系统，大部分还是应用到这个辉达的一个技术。那剩下呢，就是包括像是亚马逊占了 8%， 还有 Google 占了 6%， 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四大巨头所加起来就已经占了这个辉达的 Data Center 营收的 42%。 所以说有分散，但是其实集中度还是非常的高。可是比较特别就是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其他，这个其他其实还是有 59%。 那这个其他如果说以报告来说的话，大部分代表的是什么呢？中小型的云端服务器，或者是新创的 AI 公司，以及各行各业所想要 AI 都想到辉达所以这个 AI 的需求其实还在快速的扩增到不同的产业当中，并不是那一些所谓的巨头才用得到而已。所以我们再往继续做探讨那简单来讲，现在的辉达的资料中心的营收的主力依旧是云端的巨头，可是呢，你不可以小看它，包括像其他的客户的群体还在正在快速的扩增当中那我们从这里来营收那假设说呢，那市场这些投行包括像是彭博的资料整理，就是说那这个市场对于辉达未来几年的营收预估到底是怎么来看的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稍微的透过彭博的一个整理，把这个辉达从2025年到2027年的一个营收的预估通通列出来，然后呢跟市场大部分的市场公式来做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总营收的部分那总营收的部分呢，在2025年这个所谓的彭博系统所预估啦，辉达的总营收会达到惊人的1304亿美元，比市场所预估还稍微大概多了一点点，大概多了 0.7%。 那到了2026年呢，这个彭博预估大概会来到2069亿的美元，也比市场预估来到0.7%。 那更为有趣的就是2027年的时候，这个彭博预估辉达的总营收会来到更为惊人的2780亿的美元那这个数字呢，更是比所有市场的共识2694亿美元
甚至高上3个百分点。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彭博对辉达未来的营收，甚至长期来说的话，依旧是非常的乐观。可是呢，更为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哦，大家都知道这个辉达的营收大概哪几个方面？第一个，要么就是做游戏，要么就是做刚才提到的 data center， 要么就是什么汽车的业务。这个汽车业务啊，基本上从2025年的预估16.94亿的美元，年成长非常的惊人，多少呢？55.3%， 到了2026年的24.45亿美元，年成长更高达了44.3%。那2027年呢，年成长还有23.9%，就代表是说，现在透过彭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整理之后，对于这个所谓的汽车的业务的预估，明显非常的乐观，比市场的共识就是那些很讨人厌的这个华尔街投行们还要乐观大概还多了2% 到3%，就足以证明现在这个市场对辉达所提供自驾车或者是车载的 AI 技术的加强落地这件事情有更强的信心。所以这块业务我相信未来搞不好是一个潜在的惊喜，值得大家留意就是唯一的亮点结束这个标题就在讲这件事情。可是总哥这里总结一下就是说，假设以现在 data center 的一个业务的状况来说的话，绝对是辉达的核心没有错。可是汽车的业务呢，基本上会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来得乐观。假设未来的自驾或者是智慧的这个车子的一个 AI 的技术真的可以加速普及的话，搞不好会带来超乎预期的一个表现。可是呢，问题来了，一家的公司到底可不可以赚钱？除了营收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毛利啦。那我们来透过这个辉达的毛利预估来稍微留意一下。假设这个彭博资料整理的话，它追踪从2017年甚至到2027年这个辉达的毛利的走势图跟背后主要影响的因素。咱们先来看一下过去的一个走势，从2017年甚至到2022年的过程当中，这个辉达的毛利率是稳健的成长，从 59% 爬到 67%， 非常的惊人那这段期间过去大家都知道，要么就是资料中心的扩建，或者是游戏的 GPU 的需求都是非常的强劲，带动毛利率的增长。可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毛利率竟然是怎么样一次性的大幅度滑落，甚至跌到了 59%。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像图上面所写的这句话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拉太快了，包括像是游戏的业务或者是 data center 的一些业务都有所谓的库存减记的费用，导致毛利率被压缩了。什么叫库存减记呢？就是说假设你的手上有这些库存的商品的话，因为价值的下跌必须在财报上去认列损失，就是所谓的库存减记。当然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要么就是市场的行情下跌，你手上的货库存的市价低于这个账面的成本，所以公司呢就会把这个库存的一个价值给调低。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手上的货过时了，或者是被市场淘汰了。那这一点呢，在这个科技也非常的常见啦，就是迭代的问题嘛，包括像是显示卡或者是伺服器的晶片，或者是这个技术一旦更新更快了，上一代的商品很快就卖不出去，就只能贱价抛售。那最后呢，就单纯就是过去的货单纯的需求消减，就会造成需求预期错误，导致库存激增太多了。那公司呢就必须降低这个价值，以符合较低者原则那以上的原因就是导致毛利率被压缩。那我们再回到这张图可是呢你会发现，从这个疫情之后，就是毛利率强劲的反弹，这段期间可说是辉达毛利率最强劲的时候。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目前的市场未来的预估，现在呢截至到2026年的一个财年这个毛利率可能会稍微回到 71%。 那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刚提到新的 Blackwell 这个 GPU 的一个平台刚推出，那初期呢为了去衡量或者是生产成本的考量，那这个毛利率呢通常会比较低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这个中国市场有一点逆风啦所以受到这个出口管制或者是需求不确定的一个影响。可是好消息是什么？到了2027的一个财年这个毛利率预估又有机会回到 74%， 那就代表现在的市场依旧是相信
辉达是有能力消化掉初期的成本压力，甚至再回到高毛利的结构。可是问题来了，这样的高毛利的结构就是它现在辉达最大的护城河，就算是遇到刚刚提到的库存减记，或者是商品迭代升级，或者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它的毛利率截止到现在市场预估还是有机会维持在70%以上。那简单来讲这个毛利率虽然有短期的波动，但是长期来讲维持在高档，就代表辉达在 AI 晶片的市场的定价能力之强大，竞争优势短时间不会被抹灭掉。那当然呢，这个咱们黄仁勋我大哥也想到未来这件事情，所以呢也在积极的转型当中，包括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辉达的 Data Center 的一个营收，除了最核心的 GPU 的一个运算晶片之外，还有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配角正在转型，越来越重要的主角，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网络的业务，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亮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辉达呢，在资料中心的营收当中，这个网络业务的成长预期基本上非常的惊人。先看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data center 的一个业务的长期的预测啦，分为2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预算跟网络，在2024的财年这个资料中心总营收不到1000亿的美元的时候，其中网络业务的占比也不过是 18%。到了2025财年之后这个总营收快速的飙升到1200亿的美元，你会发现这个网络业务的比重也稍微的也只剩下大概 11%。 可是往后面来看呢，你会发现突然从11到14到14到现在的15，随着这个 AI 的伺服器的需求持续增长当中这个网络业务的占比就在持续的增长当中。那成长率呢就是运算的部分成长率也从2024的财年 82% 慢慢下降到2028年的财年的 87%。 但是网络的成长就非常的夸张，高达多少呢？2025年有机会高达 103%。所以呢，请大家留意所以足以说明现在辉达的网络的解决方案，就包括像的高速的交换器或者是 GPU 直接相连的NVLink或者是传统的高速互联的这些东西，逐渐就是变成它的资料中心营收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请大家多加留意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 AI 超级电脑当中就需要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需要去传输东西嘛，它的重要性非常的核心。可是过去包括像刚才提到这张图的粉红色的这部分，这个粉红色是早期的高速互联的技术。那因为随着现在 AI 伺服器的需求提高它的占比反而是慢慢的下降。那取而代之什么东西在增加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的需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提供给大家做留意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就足以代表现在的辉达已经不是单纯的 AI GPU 的一个供应商，而是可以供应给完整 AI 基础建设的解决方案的公司，所以代表正在转型当中，所以值得大家留意啦。好了，那这个辉达讲了一大串，我相信各位也没兴趣了。我们讲一个更没兴趣的东西，更为严肃的东西，但是有点闷大家要忍受一下在眼睛闭上这个耳朵继续听，然后听完之后呢，待会就好好去过情人节。什么东西呢？就是辉达解雇这个联准不是辉达，川普去解雇美国联准会理事这个库克这件事情啦。那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闹上法院了。那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发出警告了，说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会威胁到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那这个过去总哥讲过非常的多了，各位都不在意，那也无所谓。因为如果说美国联准会的一个独立性受损的话，市场上认为可能会导致美元走弱，政府的债务成本上升，甚至会伤害到整个美国的经济。所以投资人在过去会如此相信美国联准会，就是因为认为这个美国最大的一个系统可以管理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因为它够独立，所以呢，这个美元或者是这个高达29兆美元的美国公债的市场会成为全球的一个标准希望它不要崩跌。可是如果说独立性被挑战的话，会不会这样的信任感就已经出现松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没有。为什么呢？最近这阵子大家应该感受出来就是说好像没有像过去这个川普4月份宣布这个对等关
关税一样出现大跌，反倒是现在因为这个所谓的挑战独立性的问题，市场的波动性没有一样的积极。可是还有些状况啊，什么样的状况呢？就像是在债券市场的一个预期通膨数据就发出了一点点的警告讯号，可是呢，这个美元跟长期债券的价格反倒是比上个礼拜还要高，所以很多的美国联准会的观察家就来说了说这种政治干预利率的行为，最终还是会导致美元走弱，或者是更高的债务成本。所以现在的市场好像有点乐观，好像有点不太担心，让很多人都很惊讶。因为呢，包括像前纽约联准会的主席就跳出来说了，这一次对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的一个实质攻击那连他都吓到了。奇怪，为什么债券没波动，美元没波动？因为呢，川普也一直在嘴就说他自己来都比美国联准会做得更好了。甚至呢，川普在最近都在讲他会很快的挑选新一任的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因为包割即将在明年的5月就要结束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川普也提名了一位跟他比较亲近的幕僚来填补过去自行离开这个所谓的理事会所出来的一个空缺。那如果说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库克真的被解雇的话，就代表又多了一个空缺，就代表川普这只手可能会更多的伸进去这个美国联准会的部分里面。好了，那我们再回到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有点类似8点档的故事了。那这个川普为什么要解雇这个库克呢？很简单，因为川普的理由就说这个库克在2021年申请房贷的时候，涉嫌抵押贷款这个诈欺，去谎报2个州的房子都是他的主要居所，以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啦，但是呢，川普很在意嘛，对不对？好，那既然这么在意的话，就交给别人来做处理嘛。什么意思呢？就这件案子基本上已经经由联邦驻守金融局的局长这个比尔把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官来做处理了。那这个比尔基本上还在社群上媒体上面贴出了这张图作为铁证。什么样的图呢？各位可能看不太清楚刚才总哥提过了，这个库克在2个地方都宣称他的房子是他的主要居所，一个地方呢是密西根的一个州，另外一个地方是乔治亚州。那这2个地方呢，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尔就秀出了2个签名，左边呢是这个亚特兰大公寓的一个房产的文件的签名，右边呢是这个密西根房产的文字的一个签名。那2边注明的都是他的主要居所。那这个贴文呢，那他特别也暗喻着指出这个签名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同一个人同时宣称2个不同的房子，可是都是主要的居所，又签上了名字，这个就会有点问题所以这个比尔呢又加码爆料就直接对这个库克提出第3个房贷的诈欺的刑事转介，是另外一个州的一处房产。所以呢，这个联邦住房的金融局长比尔就指控这个库克在这个麻州剑桥的另外一所公寓去申请房贷的时候，又声称这个是第2个居所，所以呢不止1间，有2间到3间就对了啦。结果呢又说这个住所呢在8个月之后又有 1.5 万到5万元不等的租金收入，变成好像又是所谓的不是自住而是投资型的房产。所以呢现在真的是8点档就是你也签了名，你也说这个只有你唯一房产，可是呢左边多了1间，右边也多1间，然后呢左边多了这一间赶紧怎么样又把它改成投资型的房产。所以现在呢川普就抓了这个小辫子，开始去找一些问题。所以这场官司基本上就是一场8点档大戏。可是问题是总要说的是，背后所牵扯的就是联准会的独立性，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让川普多安插一个人马进去扰乱这件事情呢？因为呢现在的市场却是如此的冷静。有多冷静呢？总哥稍微讲一下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川普可能在过去都有一点收手的余地啦，就是这一次喊得这么如此的大声，会不会随着这个库克强力的反击之后，或者是他的官司可能将会打得赢就有机会让美国联准会保持独立性。所以现在的市场没有波动，或许就是反映可能川普会缩手，或者是库克的关系会打赢。因为这个市场毕竟还是从过去的4月的关税的阴霾当中正在走出来。
所以现在市场不在意这件事情啊，比较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呢？在意的是说，现在美国企业的利润到底可不可以扛得住关税的笑话？所以我们细部来看啊，看什么东西呢？看美国企业现在的获利状况。透过1947年到2025年，你可以发现，现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占总增加值的一个比例，简单来讲就是透过它的利润率的长期走势来做观察。结果你会发现现在的美国的企业的利润率依旧是保持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的美国企业在面临关税的成本以及其他外部冲击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有能力啦去吸收这样的关税。因为你细部来看这个所谓的美国企业的利润率的走势图，在过去1970年代到1980年代其实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可是呢，从二战之后的高点开始下滑，到了1980年之后，反倒是持平。到了2000年之后，就算是面临网络泡沫化，可是呢，你会发现接下来的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就在持续的上升。就算是这样啦，过去2000年的时候，大概还是维持在 6% 到 9% 左右。好，那后来呢，截至到最新，也还有多少呢？也还有大概是 12% 到 16% 左右，就代表假设以平均值来讲的话，现在就算是受到关税的阴霾，美国企业的利润依旧是保持在过去长期平均的 8% 到 10%， 还是要高上不少。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现在美国的企业有强大的定价能力，可以把成本压力整个偷看一下行情，可以把这个成本压力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工资或者是关税转嫁给消费者，甚至呢透过美国特有的规模经济来化解这样的冲击。其实简单来讲，就算是川普真的推动了对等关税，那美国的企业这个资强大了，就是可以透过削减其他的成本或者是提高售价来抵消这个冲击，特别是那一些什么高毛利的行业，包括像科技业、医疗业这些，或者是必须的消费品这些，他们的承受能力又更加的强大。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最新公布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咱们来着重观察透过两个方向呢，哪两个方向？第一个，美国的经济成长以及美国企业的投资。那左边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在2025年的第二季的表现就是这个 GDP 啦。那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甚至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衰退。可是往后面来看几乎都是正成长啦，除了2025年的第一季之外，那第一季4月高有黄金的问题，可是你扣掉黄金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正成长的，就代表这个还蛮强劲的。那右边的部分呢，就是美国企业的投资图。那美国的企业的波动投资图的波动比 GDP 还要来得大。在2022年的第一季，这个增幅一度来到 12%。那代表疫情之后这个美国企业还是非常的积极来扩增这样的投资。那到了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中间大部分都是维持中性的增长。可是呢，到了2024年第三季，就出现负值了甚至还出现负的 5%。 但是更为关键的就是要讲的是2025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你会发现大幅度的回升，甚至第二季回升到 7%。 那这一点呢，反倒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现在美国企业的投资跟美国的 GDP 的成长是同步的反弹，就代表这一波美国的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能就是企业投资。那会不会是川普要的呢？就是海外的企业赶紧回国投资美国啦。可是呢，就算是根据这个美国官方的修正数据来显示的话，这个2025年的第二季的 GDP 成长，就昨天公布的，其实比预估来讲还要高很多那主要原因就是刚才总哥讲的企业投资大幅增加了。那这足以说明是什么呢？就算是现在是高利率的环境，但是企业还是蛮愿意的去持续投入资本。那这些呢，肯定跟各位都知道啦，就是我们一开始所破题的，肯定跟 AI 基础建设有关系嘛。那甚至呢，也是川普要的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及政府即将祭出的
补助方案有绝大的关系。可是更为关键的就是消费力，因为呢消费力是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引擎。那企业投资呢，总哥只能说了，比较类似景气循环的反转当中，那当然还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啦。因为呢企业投资的一个复苏，意味着这个企业对未来的景气或者是需求是有信心的。可是当然呢，如果说整体美国的经济整体看起来不错的话，咱们还是要往细部去观察什么东西呢？就是就业状况。因为呢自从上个礼拜这个包哥讲完话之后已经把焦点从通膨稍微往这个所谓的就业市场以及经济来看。可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就业状况有一点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直接跳题来说，看美国各州的失业保险金的持续持领的状况。以各州来说的话，从2024年的12月到2025年的8月之间的变化的比值， X 值呢代表着是变化幅度， Y 轴呢就是到底有多少州落在这样的区间当中。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变化的比值大概是 0.7 到 1.2 左右，代表什么呢？代表大部分的州的一个失业的持续持领的数据变化不大，只有小幅上升，代表美国的失业问题并不是全面恶化。可是呢有一些特殊案例，什么样的特殊案例呢？包括像特别的维吉尼亚或者是马里兰这些地方他们的失业申请上升的幅度就比其他州来得更为明显。那更不用说亚利桑那，甚至更高。更夸张的是什么？就是华盛顿特区，它的失业的持续申领的比值甚至来到 1.9 到 1.6 左右。那这个是全美最严重的区域型失业恶化的案例。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各位都知道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个马斯克所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门所造成的成本削减，造成华盛顿特区这些失业率人数大减。因为呢这些地方就是什么，包括像科技业的包括像是政府的人员之类的被裁员了甚至减少一些外包的合作的厂商。可是呢我们必须搭配另外一张图。什么另外一张图呢？那如果说只针对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所谓的解雇通知的数量跟投保失业率的变化来做观察那什么叫做解雇通知？就是企业在做大规模裁员之前会发出的一个预警。结果你会发现这个预警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2020年，因为当时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在大幅度裁员之前发出的预警就暴增到13000人左右，当时的失业率也暴增到 7% 以上。那后来呢就因为大撒币嘛，所以2021年到2024年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劳动力市场也修复的不错啦。可是到了2025年，你发现这个像大片颜色的一样的这个解雇通知又快速的回升到4000人左右。那这个失业率呢，这个蓝色的折线图也小幅的上升到 2%。 那这张图就是告诉我们虽然现在的美国失业的恶化并非全球性的现象，尤其是集中在那些少数州的部分，可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会不会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局部裂缝的先行指标？非常值得大家观察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的一个手法基本上就那一两招啦。你要降失业率，就是增加公部门的一个招聘；你要让这个叫什么？要减少这个财政支出，就是把这些公部门的人员给裁掉。那现在呢，你看到这个失业率好像没有升起来，只是局部性的这个所谓的华盛顿的一个特区，那会不会是一个先行指标要请大家留意因为这个有可能是会有外溢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做延伸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昨天为什么美国的 GDP 好像有成长，可是呢，虽然这个昨天的标普500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可是现在的市场不会因为这样的数据公布感到特别的意外。为什么呢？我们透过两张图来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状况哪两张图？很简单，就是这个所谓的黑色柱状体跟蓝色的柱状体。黑色柱状体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所预期的 GDP 的状况。那这个所谓的蓝色这个市场所跑出来的意外值啦。那蓝色线呢是这个市场所原本预期的这个 GDP。
那 Y 轴呢就是百分点那你会发现实际公布的 GDP 的预测值跟这个实际状况的落差的差距越差越小了我只是要讲这个而已越差越小了，所以根本就不意外意不意外划不划算惊不惊人，一点都没有行情比较惊人我先看一下行情好了还好啦整个眼睛还偷瞄黄金上去了黄金上去都没事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透过刚才这个 GDP 的意外程度来说的话，我只能说现在市场的焦点第一个已经不甩这个独立性的问题就像这个八点档一样。那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失业率的问题劳动力的市场在下个礼拜会更加的关注因为市场肯定会把焦点放在这个9月份的美国联准会到底降多少啦，你的通膨预期到底剩多少啦，你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到底行不行啊？因为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个这个行情很大美国联准会这个存款准备金对，总哥要讲存款准备金这个存款准备金各位都不在意，可是呢到了9月16号的时候会来到过去2019年的相对紧绷所以9月份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请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啦，好不好？那总哥就是尽量每天跟大家说一点，然后提升大家的一个共识，然后呢找到机会就来做交易。好了，那我们轻松一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一下中国的部分。那当然今天中国非常的精彩那原则上出现蛮大的波幅，但是我并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讲中国的主席习近平的动作。就在今天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召集了他的一个小朋友，好多朋友在这个下个礼拜93阅兵之前，先举办了一场上海合作的组织的峰会。这一次的峰会阵容空前盛大，很多的国家才刚经历了地缘政治的风险冲突，就赶紧来参加这一场盛会。那这场盛会呢，基本上是在天津举办的。那这个中国的主席这个习近平这个批准了这个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策略甚至在这场会议上面阐述了他对全球治理的愿景这个呛香的意味非常的重那到底有哪些人去与会呢？有俄罗斯，有印度，有巴基斯坦，有伊朗，有这些所谓的政治领导人齐聚一堂，可说是这几年来统一招。那这群人呢，就是美国眼中比较不喜欢的人就对了。那之后呢，包括像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或者是刚才提到这些部分的嘉宾，还会随着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前往参加接下来9月3日的阅兵式那这个阅兵式呢，还有谁呢？还有这个金小胖也是睽违了2019年甚至2021年掌权之后，首度除了中国之外跟其他的领导人一起会面所以总哥要讲的是下一个礼拜的礼拜3非常的刺激。那我也不是说要讲发生什么事情啦，只是我相信各位都没有意会到这件事情的有趣程度。当然我也不敢讲有趣啦，但至少咱们先把它放在心中，就要留意到底会不会脱稿而出。理论上应该不会脱稿而出啦，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惊人之语，或者是美国会不会做出一些反制的动作？那与此同时更为令人好奇的地方是说，这个日本最近呢又拉高了他们国防预算，创下了纪录。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提到了9月3号这个9月3号是这个所谓的二战之后的80周年抗战的80周年。所以呢，日本在与此同时增加了他们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多少呢？总哥不讲不知道，你们一讲一看就知道。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来自日本防御省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变化。那从这个2012年到2025年的一个状况你看这个长期趋势，过去基本上没有增加真的没有增加。到了2012年到2021年左右，几乎都是维持在5兆日元左右，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可是呢，从2022年开始，这个增加曲线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拐点，这个日本的国防预算快速的往上飙升，到了2023年到了2025年增幅正式非常的显著，2020年就已经
达到惊人的9兆日元。那截至到最新就在今天通过预算了，首度突破10兆日元的大关。有没有很惊人？没有很惊人，因为你一点都不在乎。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国防预算会突然的大爆发？第一个，他们的内部的认为第一个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因为隔壁邻居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从过去这个无人机，甚至到北韩老式飞弹的试射，还有乌俄战争之后的全球的军备的竞赛。你最近应该都听到很多了，韩国也停升，日本也停升，美国还要求其他国家赶紧停升，还要求澳洲也要提升，然后呢，这个德国也要提升。所以改天呢，总哥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军工接下来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那第二个呢，为什么会驱动日本的国防预算增加呢？肯定是政策转向嘛。为什么？因为日本政府在2022年，刚才提到有个拐点嘛，对不对？2022年，因为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修订了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首次的明确提到5年之内要把防御的支出国防预算翻倍。甚至呢，2027年要达到 GDP 的2%，好像也还好但是呢 ，GDP 多嘛，2%也很多嘛。第三个这个日本在2022年之后，就是要把这个军事装备给现代化。什么叫军事装备给现代化呢？包括像是飞弹的防御系统、F-35战机、反舰导弹、无人机，还有什么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那这个日本的防御省呢，甚至要提出高达3128亿的日元来发展无人机，还有空中、海面、地下的无人机潜队。那用来干嘛呢？用来监控以及进行自圈式攻击千万不要啦，拜托千万不要。但是呢他们还是说要去土耳其去参观这个无人机的工厂。那当然呢，现在的日本可说是全球负债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啦。所以如果说这个政府的债务超过 GDP 的250%的目前的状况，还要持续提高这个防御的预算，会不会进而增加财政的负担？这个就是一大挑战。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日本的一个偿债的殖利率基本上已经突破了过去历史的新高了。那这样的举动其实都是再度的告诉各位现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的平衡点到底何时会被打破，以及全球军工的产业的供应链目前到底哪些有机会。再来呢，就是刚才提到现在的国防预算的提高会不会对日本的财政带来新的压力，都是各位要留意的观察。那最后呢，总哥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比较多，还好啦不好了那我总结讲快一点那今天晚上讲了很多的议题啦，那主要呢先从辉达这家 AI 巨头来跟大家聊之外，就提到基本上它的股价一直都是领先分析师的目标价，那分析师呢基本上都是被后面追的赶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做投资还是做交易，不能只看这些投行的目标价，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那总哥要讲的是说，辉达的资料中心的业务基本上还是它的核心，只不过透过今天的节目告诉各位，它的客户组成非常的多元化，已经不再只靠那些大投行了。再加上辉达的营收或毛利率的预估，目前来看还算是 OK 啦。再加上它因为会有一些新的商品推出，虽然中国的市场有短期的波动，但是长期来说，它的护城河依旧是非常的稳固。那再来呢，总哥在今天也提到美国政治的问题，这个川普fire 掉这个所谓的库克，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这个8点档，但是呢无聊归无聊，还是要请大家留意接下来的变化，因为现在市场有点太冷静了如果说真的出大事了这个剑拔弩张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举动，不知道。可是呢，假设今天过完之后，如果说这个提到这个最高法院不站在川普这边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像这一种政治干预央行的行为，在历史上
都没有好的下场。那再来也提到美国的经济方面那总哥只告诉各位现在美国企业的获利能力依旧是非常的高，所以足以代表现在美国企业为什么会敢投资，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缓冲空间来吸收可能性的关税成本。那最后呢，并不是要恐吓大家哎呀，这个中国到底要干嘛？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希望真的是不要发生什么事比较好。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忽视下个礼拜的时间点。假设有脱盘而出的一个变化，请大家留意局势的状况。好了，以上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是10:02，哎呀，我的情人节啊，讲太多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一下10点份的时候来市场变化现在台指期跌了 0.7%， 跌了173点。那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看指数变化那我只能说啦前面这一根就已经把这根吃掉了所以又再回测了一下 MA20 的位置。那这个 MA20 的位置基本上已经测试了好几次过去都没有出事，这一次会不会出事呢留意一下这个接下来的变化。那关键应该是礼拜一的下午，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听不懂。为什么关键在礼拜一的下午呢？因为礼拜一美股不开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礼拜一市场的波动应该是不会太大了。可是呢，不管怎么样，月初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还是比较激情一点，所以如果说以现在价格回落到这个 MA20 左右的位置，接下来的开盘价就非常的重要了。假设开盘价守不住，或者是开盘价守得住的话，我相信就是中期的变化的关键点之一。好，那再看一下台积电那台积电也差不多那台积电呢，你会注意看注意兄弟们注意看，这个是台积电的个股期货那原则上你会发现，这个价格都还在这个上个礼拜的礼拜三的长黑 K 的包袱当中，似乎都还没有有效的攻克那没有有效的功课就要留意这个所谓的这个突破的行情会不会变成区间的行情？那假设是区间行情的话，就要留意，那会不会区间来回晃？那现在到底是区间高还是区间低？我相信学过技术分析基本素养的人应该都会，不用总哥教，好不好？但是呢，我只能说最近我们调整了一些部位。好，那再来看是小 S&P 小纳斯达克都是下跌的。那这个小 S&P 呢，快要吐掉昨天的红 K 了，这个要留意这种创新高的红 K 被吞掉了，都是没有太好的下场但是呢，还是要给他机会。好，那这个小 S&P 小纳斯达克昨天好不容易有个表态的黑红 K， 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又跌破了。所以留意接下来的变化。好，那小罗素跟小道琼呢？小罗素的这个坚挺程度比较高啦。总哥呢，改天再跟大家讲讲现在美国的小型股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简单来讲，现在的波动都是来自于七巨头，而不是来自于小型股。那通常波动对于股价是不是太好的事情？那既然波动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小型股的话，就代表你在操作这个小 S&P 也好，或者是小纳斯达克也好，就要留意七巨头的一个状况。可是呢，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小罗素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但是呢，我常说市场没有多空差别，只有强弱之分。所以呢，小罗素还是要留意啦。但是我只能说这个改天再给大家说说就对了。好，那这个小道琼呢，这个也是涨跌互见。好，那这个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个欧元区的市场随着这个吵吵闹闹目前这个德指已经跌破了 MA20 跟 MA50 的位置那下面还有谁呢？ MA200 这个空间有点大但是呢，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政治因素结束的那一天。好，那下礼拜再跟大家讲一下。那原则上就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欧股目前的状况啦。随着这个法国这边吵吵闹闹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操作上就有点麻烦了。好，那就往下讲那再来是这个韩国。那韩国最近应该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啦。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他们又祭出一些措施简单来讲就是降温啦。所以请大家留意现在这个韩国股市跟过去这个李在明刚上任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了。虽然它的基本面根本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一波的涨势当中，不但是像台湾或者是像陆股一样有不一样的一个产业。
这个韩国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那一些，好吧？所以现在假设他们的政策祭出一些降温的措施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接下来行情的一个变化。好，那日本的部分那日本部分原本是抱以希望啦，结果呢，果不其然。不出左来又再跌破了跌破 MA20 的位置真的是有点麻烦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我们看一下周线的位置好了这个仰角也过高了所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好，那再往下走那恒生这个都不多说了，反倒是 A50 今天蛮特别的。A50 今天蛮特别的，那 A50 呢，基本上它的成分跟上证指数不太一样。那我这边只能说啦 ，A50 的空间还蛮大的，但是要留意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变化，因为光是今天那个首当其冲的创业板的这个寒武纪就出现蛮大的波幅那如果说连市场如此的一个标股都出现波幅的话，就代表市场的结构正在改变当中。可是呢，你注意看这个 A50基本上。以价格来说的话，好像蛮坚挺的嘛，对不对？所以在操作上可能就用资金控管来控制就好了。但是呢，不是叫你看坏它，也不是叫你看好它，只是呢，我只是告诉各位现在的上证指数跟深圳指数，甚至创业板的指数似乎都有一点点过于乐观的局面。那这个 A50 呢，是因为它的结构性的变化，所以造成它没有像刚才提到那些市场已经创下了近期来的新高，目前还在去年的10月的一个高点之下。以上呢就是股市的部分，再讲外汇那外汇的部分呢，涨跌互见没什么好讲的，原物料黄金的部分。兄弟们，是不是要给总哥一个掌声鼓励啊？我不求多，只求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了，开玩笑了，我把它讲完。好，那黄金的部分最近故事不多啦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黄金跟油价有一点点比值过高的局面。那这一点你可能听不太懂啦，但是呢，过去会把原油跟黄金的一个比值当作对抗通膨的一个依据。可是你会发现在通膨并没有大幅度的衰落，甚至有一点回扑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比值却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就代表现在的黄金跟油价并不是同一个水平。听不懂就算了，我只是要讲黄金的一个地位已经跟过去所想的不太一样了，好不好？所以黄金的操作反倒是比较朴实无华一点。当然你会说用价格来对付它也可以，那过去我们这个节目常说你要尊重这个周线的 MA20。 兄弟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了，那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这个白银白银这个波动比较大波动比较大。好了，那以上呢我就不多说了应该没什么东西。OK， 好，那现在是10点08分那今天刚好是礼拜五啦今天就不抽书了今天一阵混乱非常的带劲儿但是呢，我们先请小助理出来，小助理出来之后呢，再跟大家好好聊聊，好吧？我们先请小助理出来一下。小助理是不是去过情人节啦？小助理，你是不是去过情人节啦？小助理，到我了吗？等一下，节目虽然播完了，但我还是有话想要跟你说。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群益期货金牌团队的刘心如。有些人可能以为节目一结束，大家都下线了，对吧？其实我们金牌团队是一直都在线上，不管你是第一次接触期货，还是想要了解开户的流程、交易工具、相关的服务，甚至只是临时有点疑问，想要找个人聊聊、问问看，我们都会在，真的都找得到人。有时候做交易真的蛮孤单的，盘在动，心在飞，钱好像也不知道飞去哪里了。但不管你的心情多混乱，方向多不确定，只要你一想到金牌团队，我们就会像神灯一样咻一下就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懂期货，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人慢慢摸索到半夜，所以我们才更想成为那个你愿意问、敢放心交给我们的团队。你问开户流程，我们清楚的跟您说明；你搞不懂保证金，我们告诉您要怎么查询。平台操作卡住，来，我们画面一步步的教，我们不催促你下单，
单，也不会硬叫你做单。我们提供你正确的交易资讯，让你自己做出最舒服的决定。这就是我们金牌团队一直在做、一直相信的事。不管行情怎么震，指数怎么飘，外资怎么跑，你只要记得我们一直都在，不是冰冷冷的线上客服，而是会记得你的名字、你的生日，会回复您的讯息，甚至在你快放弃自己的时候，还会再多给你一点信心的金牌团队。对了，如果你还没有完成期货开户，或者身边朋友也有在观望，真的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我们超级欢迎你的加入。而且找金牌团队开户还能享有9大好礼，只要找我们开户就可以解锁新手线上课程、海外期货教学课程、选择权操作教学、个股期的进阶课程，超过21堂的线上课程。还没有完哦，我们还可以享有每日一篇全球市场的操盘笔记，24小时线上社群，让你不孤单。再加上金牌团队全方位专业的服务跟1对1的贴心教学，你还能无限浏览我们网站上面金牌一江网志，里面有每日操盘笔记、更多进阶课程，还有实战交易案例。这么多的资源跟服务，都是为了让你交易更安心，学习更有方向。谢谢你今天的收看，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们到最后。我们是金牌团队，我们下次见。感谢小助理啊，希望小助理可以遇到一个好的情人，不要再遇到像美国总统川普一样的恐怖情人。上小岛之前啊，总哥稍微爬一下，就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川普又发病了啊，发了什么病呢？我们来看这个哦，这个川普就突然说了要撤销掉这个，包括像是英特尔，包括像是 SK 这个三星啊，销售到我看应该没错吧，销售到中国设备的一个授权，除非他们获得许可证。真的是发病，真的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川普是不是有病啊？8点54分，现在几点？8点54分，两根那应该是这2根杀下来，有病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不是提到了，就是信心问题。果不其然啊，这个密西根大选的信心指数再次的跌破大家眼镜啊，预估 58.6 啦，那前值58点啊，就前值应该预估跟前值一样，但是呢，低于前值，低于前值也低于预期啦，所以现在市场没有信心。软的数据因为现在总哥我们讲的直播都是有道理的各位可能没有体会到总哥在公上面挖歌，但是总哥只是告诉你现在的市场原则上还是有什么？有这个所谓的情绪指标在所领导。那假设情绪指标基本上没有出这个引导的局面之下，都是太过于乐观。一旦连这个软数据这种情绪指标就是软数据信心指数就是软数据一样跌破眼镜的话，那还剩下什么？就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那还有什么？那没有，就这2则新闻啦。川普是发病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民调，是不是民调回稳了就开始搞事了？没有所以像川普不管了这个是川普的这个执政满意度啦原则上已经几乎是收不回来了上次发病的时候是大概是4月5月21号左右吧，然后就开始不满的情绪开始升温然后到现在都还没说起来，所以应该不是民调问题，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请大家留意啦。好了，那现在是10点13分了，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人说可以聊聊破产跟债务整合的问题吗？千万不要开太高的杠杆啦不要开太高的杠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总哥心情不美丽了希望我们冷静的吹啊吹没事啦黄金好耶好，有什么问题吗？给点。
看一下黄金，最近这个增加蛮多的，也不算增加很多啦，就是一直在增加的，就看得出来资金往这边在打。啊，你看，就是它这里已经创新高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SPDR 黄金 ETF， 这是美国最大的。那这个黄金 ETF 连那个桥水基金在过去13F 公布的时候都有在买这个黄金的 ETF。当然我并不是要讲他买啦，只是说好像你要去持有黄金基本上要么就锁在自己的枕头下面，要么就锁在这个实体的保险金里面。但是呢那最简单就买 ETF。所以透过他的观察可以多少了解现在市场的脉络。那过去有一段时间的大背离这个过去总哥说过了，因为过去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实质利率比较高，所以变得说你去持有这个黄金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你会发现这个 ETF 的一个走势跟黄金几乎是出现蛮大的背离，就是它的持仓量在减少，那黄金在增加。当然你会说那这个钱会不会跑到比特币？那这个呢总哥比对过了，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有可能是因为 data 不够多啦。但是呢原则上就以这个走势来讲，黄金的 ETF 跟这个比特币的 ETF 并不是所谓的负相关，没有所谓的互斥性。可是呢我们透过黄金 ETF 的增加，多少可以了解市场的概况，就代表说现在市场的钱拼命的往这边去打。但是总哥并不是说它一定价格会上去啦，只是告诉各位要留意这样的一个民怨会不会爆发接下来的趋势，这个就是我们着重要观察的地方。那其他呢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黄金的筹码却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强劲，就代表投资部位跟所谓的实打实的资金不是同一个方向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所以在过去我一直在讲这个黄金它的基本面也很好，你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单纯的把这个所谓的市场上的这个期货的部位，把这个机构的一个管理的部位扣掉完之后，剩下投机的部位的一个净多单跟净空单。那目前来看，在0周以上就是净多单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黄金的净多单在这个黄金往上喷射的时候，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龙井，反倒是逐渐的下滑。逐渐上，那中间呢有一段的什么起死不能讲起死回生这个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但是呢却是背离的所以我在昨天跟前阵子都在讲这件事情，提供给做参考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两件事。第一个，当然你可以用价格为伍啦，可是呢我比较建议用资金控管来做操作。好，提供给做参考。然后呢，我这边讲一下这个现在的纽约交易所多了一个商品叫做什么呢？叫做纽约的黄金，纽约的微黄金，还有一个叫做纽约的1盎司的黄金。那这个1盎司的黄金，顾名思义就是微黄的10盎司的1/10，所以它的规格也是1/10。好，所以它的保证金是多少呢？这个纽约1盎司的黄金保证金只有160几块美金，非常的便宜。因为呢，现在纽约的黄金的微黄保证金虽然只有1600多块的美金啦，可是呢，因为它的波动很大，就是过去不是应该说黄金的价格比较高一点，所以你去算它的 1%， 跟过去黄金可能2000多块的时候、1000多块的时候的 1% 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请大家多加留意这个纽约1盎司的黄金的一个操作，好吧？因为它的保证金相对便宜啦，所以这个就我常说的这个小资族把你的子弹整理整理应该还是可以操作的。有点撑住的感觉。感谢斗内。感谢小师弟斗内150块赞助总哥有裤子穿总哥裤子穿起来了。好有人说太阳花说 MA20 等于日线 MA100， 不等于，逻辑不一样了，一个是收定，一个是时间去收短。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把我觉得均线没有那么重要啦，均线只是懒人在用的而已所以我不想解释均线。总而言之不一样就对了总而言之不一样。
你氪金我就跟你讲。有人说川普好像没有解释说到底要不要课黄金税基本上那个叫美丽的误会啦。白宫已经解释了，所以不需要川普解释。其实川普也没有说要对黄金课税，是当初的这个所谓的海关有一封信里面呢提到这个黄金金条的问题，让大家以为黄金要课税，但实际上白宫已经证实了，基本上不课税了。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吹。哎呀，没事啦。哎，还是我继续吹下去啊，兄弟们，要不要我继续吹下去，还是我下播好了？你没听不出来总哥在撑吗？这个川普多少也给总哥一个面子毕竟总哥是国际网帅嘛，对不对？好了，我再把大家问题回答一下。对，9月1号美股休市，股票休市了。会打谍炮了，真的吗？还好啦。还有好多线呐、你们在怕什么？还有好多线呐、但是有个惯性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是财报嘛，这个关系蛮有趣的。其实特斯拉身上也蛮体现的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对于这个财报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接下来的动作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你把这个财报公布完的之后的走势，基本上画一条平行线啦，你大概都可以知道说到底画黑盆发生什么事。举个例子来说，这条线这个是上次公布财报的水平线，那这一次呢是公布财报之后的一个上面的线下面的线在这里，线在上面就懂了吧？但是不代表你要做空啦，而是要留意一旦怎么样，市场开始买单了这个财报带来的一个市场公式，或许就是另外一个转折。但是呢，还是要留意现在市场似乎有点不太买单，这个就是市场令人好玩的地方啦。那反过来说呢，你往前再看一下，这个也是一样公布完之后，当然高低点都有了，但是往后面来算，大部分时间都在线下面那反过来说，这个也是一样公布完之后，价格都在线下面。那这个呢，公布完之后呢，价格涨跌互见涨跌互见，烂方法，开玩笑啦。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要专注啦。这个就是我常说的，做交易有分为2个方向。第一个，很多人说做指数跟股票一样，其实是不一样啦。基本上同样一个价格，但是呢内含物不一样。我们基本上做指数比较喜欢用宏观的角色去看市场，但是呢更多时候是看情绪的样貌。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今天看台股的部分顺便来看一下好了。总哥尽量撑，看可不可以拉回一半，有没有啦？我们看盘后的数据。好，今天台股的盘后是卖超这个外资卖超86亿。那这个空单大概已经来到26000多口，其实涨跌并不是令人担心啦。那自营商的部分蛮有趣的目前的口数是一个买 call 卖 put 的状况买 call 卖 put 的状况，没错。那主要是看金额，我觉得金额应该是双买，没错，金额是双买。但是那没有但是啦，外资的部分金额的部分是买 call， put 的部分是卖超的。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到太大的不同。那这个月选的部分不看，
周三的部分留意一下，下个礼拜到期，下个礼拜今天大盘是涨还是跌啊？今天是小跌的，但是呢 Correlation 是上涨的，这个蛮吊诡的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市场变化。那我只能说啦，这个大盘是跌的，但是你发现这个 Correlation 增加是什么？要么就是 Put 减少，要么就是 Put 增加，要么就是 Call 减少，对不对？那 Put 增加代表什么？未平仓量嘛，就是有人买 Put， 有人卖 Put。当然卖 Put 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卖 Put 不但要放保证金，还有无限风险这件事情。所以呢，通常会把这个台湾结构啦，会把卖 Put 这件事当作是比较偏多的一个利好。所以呢，就体现在这个 Correlation 上面，也就是当我今天 Correlation 是往上走的话，大部分对股指是一个正相关。反过来呢，往下掉的话就是一个负相关。所以呢，它并不是预估未来，只不过是反映当下。那既然是反映当下，那当下的变化我们就要着重观察，到底有没有不同边的状况，就是 today。现在盘后来看这个大盘是稍微跌一下，虽然跌的不够多啦，基本上白天的大盘是跌3点多，但是呢，你看波多略选是往上走，这个是有点吊诡的，那就请大家留意我只能这样。那今天呢，这个什么东西啊？小小的偏空，是不是太少了？所以这个猪到底被压缩了。所以呢，现在的微台的部分是稍微的偏空了，没有偏多了。讲错了，是原本的净多单稍微的减少528口的净多单，还是维持在正的 0.14 左右。所以老话一句啦，如果说你希望股市涨的话，你不一定要自己做空，但是呢，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做空。因为呢，假设他做空，就让他只敢做微台。那假设微台的净空单增加的话，大部分对股市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方向基本上就是一个负相关，也就是净空单增加，股市是偏涨的那反过来就偏跌，这个是过去的走势了。那现在呢，股市稍微的震荡但是呢，这个净多单也稍微的减少，那蛮合理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股市涨的话记得你不一定做空，可是呢，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做空但还是不要啦，好吧？请你同事做空。好，撑不住了，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好了，那我就不拖时间了总哥要稍微去处理一下呀。好，那现在是10点27分那今天讲很多东西啦那也拖了一点时间。跟各位说拍谁啦这个设备问题，所以造成说中间的节奏不是太流畅。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告诉各位在股价波动大的情况之下，你要去了解到底你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辉达呢，透过昨天的财报的拆解的过程当中，只是告诉大家，现在的辉达虽然不像过去的爆发性的成长，但是也进入令人期待的转型的过程当中。那过程难免会有挣扎，难免会有不信任，现在的价格似乎在反映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刚才也提到那令人更为担心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独立性的问题，市场的波动不够大，可是呢，一旦这件事情继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造成下一波的一个行情？因为9月份的事情太多了，包括9月19号、9月16号或者是15号，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这个美国的银行准备金见底的这件事情但是应该不会那么惊悚啦，因为呢，在9月10几号的时候就要进入更令人期待的到底降不降息这件事情。所以呢，请大家留意就是接下来的市场变化。好了，那就祝大家今晚交易顺利发大财。咱们下个礼拜一盘中速解读再见，拜拜。有人抖内抖内我念一下好了，给大家一个尊重，想拖总哥时间。感谢 Mark 哥，好久不见了这个 Mark 哥抖内30块，请巴尼尼操作，我们反着做总哥是一个金融边缘人我不认识巴尼尼，他也不会听我的话你可能要请这个另起高明的，但是我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请他对做的话，你要这个资金控管一下，好吧 ？OK， 好了，请大家这个留意一下接下来的局势变化。咱们下个礼拜一晚上9点再见喽，拜拜。